大家好，我是比洛克。这期我想来说点关于系列中人物的介绍，顺道配合最近的《封印战记》来做讲解。就从之前在野搭档卡拉莫和魔像的故事开始说起，那么接着开始吧。离开森林的克洛格，使命就是找到合适的地点，然后扎根成为大树，让森林得以延续下去。卡拉莫离开森林的旅程，本该只是为了寻找适合扎根的归处，但命运总在不经意间改写一个人的方向。某次旅途中，卡拉莫来到一座古老的佐纳乌遗迹。在崩落的石柱与附上青苔的祭坛之间，他捡起一枚散发青白色光芒的碎片，像心跳般脉动着。不远处，沉睡的古代魔像感应到碎片的能量，碎片不自觉地被放入到魔像的胸口。魔像的外壳将碎片纳为核心，然后缓缓苏醒，像是在等待这一刻到来。没有声音地注视卡拉莫，那是他与神秘魔像相遇的第一天。お前さんが俺を呼んだのか？魔像沉默不语，没有表情，自顾自地前进。他顺手解决那些瘴气魔物，然后带着卡拉莫离开遗迹。之后，他就让卡拉莫带着他前进。而卡拉莫虽然说把魔像当成可靠的伙伴，实际上更像在害怕被发现自己胆小的一面，一路喋喋不休，把所有的想法都说给他听。某日，他们路过初始台地外侧，远方的沙尘滚起，格洛德族大军正向海拉鲁城堡推进。卡拉莫害怕战火，正准备悄悄绕路。魔像却突然停下脚步，像是听见了某种呼唤。他看向卡拉莫，接着自顾自地走向战场。那不是命令，而是一种我必须去的坚定。卡拉莫知道自己渺小。而且，那也不是他的使命。他也知道，那种程度不是他该涉足的战争。但是他更害怕，如果不跟上，魔像会走失，再也不会回头。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追了上去。在第一次战火的袭击中，魔像与卡拉莫救下了被加诺多夫当作弃子丢下的阿尔蒂一行人。魔像的战斗没有怒火，没有嘶喊。只有冷静与沉稳，每次的刀光剑影驱散了邪恶团块，那是为了保护而生的力量。战后，卡拉莫将一把锻炼的格鲁德长枪带走。他原本只是想把这份胜利的证明当作奖励留下来，但或许这是两人第一次战斗以来的东西才是重点。魔像沉默地看着那一把枪。之后将它背在身后，像是一种背负使命的承诺。接着，魔像载着卡拉莫腾空飞起，风中留下卡拉莫的欢呼，还有告别。两人不知道真相是，魔像原本的社区是古代佐纳乌族的武力机器人，能以能量或意志作为核心来驱动。格鲁德者加诺多夫发现那座遗迹，将瘴气注入到其他魔像的空壳，使其成为歼灭用的战斗兵器。劳鲁察觉异常，试图将魔像摧毁，却被加诺多夫给反将了一军。他的妻子索尼娅被埋伏的加诺多夫给杀害。
加诺多夫也因此夺得密石，化身为魔王。灾厄从出生产地向外扩散，血红的月光覆盖了天际，世界走向毁灭的起点。感知到异常的魔像，带着卡拉莫再次飞往战场。在瘴气魔人咆哮肆虐之时，魔像胸口的神圣之力爆发，剑光划破黑暗，强行驱散了瘴气。魔人第一次露出了忌惮，选择撤退。卡拉莫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不是普通的魔像，那股力量就像是勇者一样。战火蔓延全部的海拉鲁，魔像不再漫无目的的前行。魔像似乎能感应到那些被瘴气还有邪物吞噬的地方。每当核心的微光战斗，它便会指向前方，朝着远方某个看不见的战火或哭声，指向一座座正在陷落的领地。卡拉莫抱怨害怕，但仍然跟着魔像走遍海拉鲁。不需要言语，那把长枪成为了他们的罗盘，指引着命运的前路。每一次胜利，每一次的死里逃生，他都学会了相信自己并不是被拖着走，他是魔像唯一的伙伴。久而久之，卡拉莫发现自己习惯追随那个方向，仿佛只要跟着伙伴他走，就不会迷失。途中，卡拉莫重逢利特族的旧事，他告诉对方，不远处有一座神圣森林，是克洛格的家乡。那里的力量足以阻隔怪物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寻求森林的庇护还有协助。或许那是卡拉莫第一次明白知恩图报的意义。他们历经无数战斗，穿越战场，抵达了格鲁德沙漠，与老鲁、萨尔达等人相会。萨尔达望向魔像的核心，不禁一震，那不是普通的能量，那是他在遥远未来被卷入魔王复活时，大师之剑碎裂后的一片碎刃。其中寄宿的神圣之力，是剑之精灵的分灵，是海拉鲁勇者的意志。卡拉莫听得一头雾水，但是他只抓住重点。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该得到什么奖赏呢？それなら俺が根を下ろすために寒くも暑くもない遠い土地を。いや、俺だけいい思いをするってのはなんか違えな。褒美は。最后，只要求了王室围巾，不只是荣耀，而是为了在魔像肩膀上披上属于两人的象征。那一天，他们被封为骑士，还有骑士魔像。当围巾披上，卡拉莫回头望向魔像，那笔枪也不再只是简单战利品，而是两人的旗帜。只要指向前方，他们就是并肩的骑士。在历经一次又一次战斗，卡拉莫和骑士魔像协助劳鲁和贤整等人逐步击败各地的魔物军团。但是魔王的瘴气塑造出更危险的存在，那仿佛是黑暗与邪念的化身，将克勒国族的故乡森林全部焚烧殆尽。その木を中心に森ができる。そうやって新しい命をつないでいく。だってのに。世上再无安全之地，但
这也激起了卡拉莫的决心。为了让劳碌和贤者能够前去与魔王对决，卡拉莫自告奋勇作为诱饵，在地面上牵制其他魔物大军，为贤者来争取时间。魔像以一挡百，矗立在沙尘与黑雾之中，刀光如破晓，身影如流星。魔像的每次挥击，不再只是力量，而是带着意志。然而，力量是有极限的。长久苦战后，魔像的身躯开始出现裂痕，强度不再稳定。就在胜利在望瞬间，瘴气的急波的女王撕裂自身，缠绕弦链断臂如毒蛇般射来。卡拉莫愣住了，但魔像只用破损身躯将卡拉莫瞬间推开，用胸口呈向致命一击。核心被瘴气侵蚀那一瞬间，光芒剧烈颤动，像痛苦的心跳一样。魔像第一次露出情绪，不是表情，而是沉默的无声的请求：活下去。更糟糕的是，竞技魔像融合了瘴气与古代技术的怪物，突破封锁出现。它象征着魔王最黑暗的意志。卡拉莫浑身颤抖，即使能战斗，但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毫发无伤地对抗眼前邪恶的存在，甚至还会有死去的可能性。但是他依然没有逃走。他握紧那把小魔剑，站到魔像前方。他不会再是被保护的那一个，而是为伙伴挡在敌人面前。他也是一名骑士。那一刻，魔像胸口微弱光芒抖动了一下，像在回应还有回忆。魔像再度启动，骑士搭档再次合力对抗眼前的敌人。魔像右手臂被扯裂，核心也失去护壳，只剩微弱的光芒撑着。但是他依旧张开最后残破的手臂，将昏迷的卡拉莫挡在他的身后。因为那不是命令，不是任务，不是程序，而是选择。お前さんが俺を呼んだのか？おい！他用仅存的能量调动核心碎片，神圣之光凝聚成型，像一把记忆中的剑。那是勇者之剑的回响，是法医的意志，是守护大地最后的火种。他不是为战而生，而是为守护而存在。在这一瞬间，他的意志连接到了未来，守护这片大地。
拉莫哭不出声。第一次，他希望魔像能说一句什么，哪怕只有一声，但他没有，只是静静地交战在战火之中。魔像的围巾飞向天际，那是他们两人一起被受封为骑士的证明。就像最后一次回望卡拉莫，陪伴的篇章已经画上了句点。同一时间，魔王被贤者封印，血红的天空褪去，阳光穿透云层，落在卡拉莫还有他的伙伴身上。他看着魔像的残骸，终于明白，魔像不是带他去冒险，而是带他找到心之所向。他最后望了一眼已经化为残片的伙伴，与那把陪他走过海拉鲁的长枪。那把枪曾经为他们开启征途，指引方向，保护他度过黑暗。如今再无前路可指，于是卡拉莫将长枪深深插入大地。第一次，他不再指向远方，而是指向此处。方向提指之地便是归处。若旅途因伙伴开始，那么终点也应该与伙伴一同停下。在海拉路西侧的平原，树皮斑驳如古老的伤疤，大树的枝桠像一双不可合拢的手，托着天空，透露出永不熄灭的阳光。风吹过时，树干轻轻颤抖，像是在低语一段无人知晓的传说。那柄长枪依旧深深嵌在树心，脆弱零件被枝桠缠绕着，被层层年轮紧紧拥抱。它不再是武器，而是墓碑，是卡拉莫对那个无法再并肩而行的伙伴支撑彼此的拥抱。风掠过叶片沙沙，仿佛在低声重复那场遥远的战斗。邪恶魔像的咆哮，魔像的回响，卡拉莫的嘶吼，还有剑之精灵在睡人中闪烁的泪光，一切归于寂静，只剩长枪与树彼此拥抱，彼此支持。时间飞逝，岁月如梭，数千年还是数万年过去，在长寿的生命终有来临的时刻。森林也是，但传承会持续下去。海拉路在变化，英雄在更替，而卡拉莫与他的伙伴在腐朽与新生之间，守着一则无人传颂的故事。曾经有一个克洛格族人走遍海拉鲁，只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停下的理由。他把名字交给了风，把故事交给了树，把承诺的拥抱留给了永远的伙伴。从此，海拉鲁有着一棵腐朽千年、那最古老的树木，那个勇者骑士曾经存在的证明。ハイダルには樹齢1000年を超えていたであろう朽ちた大樹がいくつも存在している。特にこの木には高位の精霊が宿っていたという伝説も残っていて、考古学的な調査の結果、朽ちた幹の内部から古代のものと思われる一条の木が見つかり、歴史的な大発見として大いに話題となったそうです。俺たちは相棒だ。旅が終わったって一緒さ。